我生长在东北，却一直害怕冬天。当肖战在新剧《小城良方杀青之际》写下这句话时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一个在冰雪中长大的灵魂，怎么会惧怕冬天？可真正触动人心的，从来不是气温，而是记忆。东北的冬天辽阔、纯白、凛冽，也同样孤独。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雪一层层压在街道与屋檐上，仿佛把情绪也一并覆盖。他说自己不喜欢与人亲近，只习惯收起自己，躲在角落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自我保护。成长环境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和却内心倔强的人。他害怕的也许不是雪，而是寒冷中那种无处安放的情绪。当世界太过寂静时，人就会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心跳。这一段文字像极了角色的独白，却又分不清究竟是角色还是他本人。演员与角色在此刻重叠，观众读到的不是简单的杀青感言，而是一次坦诚的自我揭示。原来在耀眼的舞台背后，也有一个曾经想逃离冬天的少年。而正因为这种真实，才让人无法移开目光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冬天，一段想逃开的过往，一段想远走的记忆。或许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情绪底色。寒冷不是终点，而是重生的序章。那一年，因为害怕雪，我独自去了南方。这句话里藏着年轻人的冲动与孤勇。南方在想象中总是温暖的，阳光、潮湿空气，街巷烟火气，仿佛只要离开寒风，就能把烦恼抛在身后。可逃离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离开只是空间上的转移，心里的结却不会自动消散。南方的温度或许温柔，但内心的冰霜仍需自己融化。在小城良方中，这种向南的选择象征着一次主动的出走。一个不愿亲近他人的人，却选择独自远行，本身就是矛盾而动人的。孤独的人往往比谁都渴望被理解，只是他们习惯用沉默包裹自己。当角色回到故乡，再次站在刺骨寒风里，那份不安依旧存在。熟悉的土地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变得温柔。人真正要面对的，从来不是环境，而是自己。这段杀青文字最动人的地方，在于他没有给出简单答案，没有说离开就治愈，也没有说回来就释怀。它更像是一种过程，在远方与故乡之间徘徊，在逃避与直面之间挣扎。而这种挣扎让角色更立体，也让观众更有代入感。偶然遇见一群每天都吵吵闹闹的人，真的很难相信。一个习惯独处的人，突然闯入热闹的群体，那种冲击感是巨大的。热闹意味着交流、碰撞、分享，也意味着被看见。对一个总是躲在角落的人来说，被看见本身就是挑战。在这部作品中，这群人像火焰一样存在。他们的笑声打破沉默，他们的关心穿透冰霜。主角原本以为自己是来治疗别人的，可在不知不觉中，真正被治愈的却是他自己。这是一种情感反转，也是整部戏最动人的核心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给予者，是拯救者，却忘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是双向的。当你伸出手的时候，其实也在被拉住。这段杀青感言把这种情绪写得极为克制，却力量十足。没有夸张的形容词，却让人读到一种真实的温暖。那个我曾拼命逃离的冬天，如今却成了我停下脚步的地方。这是一种成长的隐喻。曾经害怕的东西并没有消失，但态度改变了。冬天依旧寒冷，雪依旧飘落，可心境不同了。人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把寒冷变成春天，而是在寒冷里找到火光。在角色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转变，从逃避到接受，从孤独到融入。那种改变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细水长流。这也让观众意识到，所谓治愈，不是环境变暖，而是内心学会拥抱寒风。雪仍然落在这座城市，但看着身边那些笑脸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。这句话是整段文字的情绪高潮。雪没有停，冬天没有结束，可寒冷不再可怕，因为人心有了温度。真正驱散寒冷的，不是太阳，而是陪伴。
当一个人学会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当他不再抗拒靠近，当他愿意相信笑声，这座城市就不再冰冷。这部戏之所以令人期待，正因为它讲述的不是简单的爱情或成长，而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连接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们也许都曾站在寒风中，可只要身边有人愿意陪你走一段路，雪就不会那么刺骨。对于肖战而言，小城良方的杀青不仅是一部戏的完成，更是一次情绪的释放。演员把自己交给角色，角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演员。他用平静的文字讲述一个寒冷的故事，却让无数人感受到温暖。或许多年以后，当我们再回头看这段话，会发现它不只是角色的心声，也是一种人生哲学。逃避无法让冬天消失，但勇敢面对会让雪变得柔软。在小城良方的创作过程中，真正动人的并不只是剧情本身，而是演员与角色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交叠感。当肖战写下那段关于害怕冬天的文字时，很多观众开始思考，这究竟是角色的独白，还是演员的自我投射？一个优秀的演员从来不是简单的演绎，而是进入角色的精神世界，把自己的情绪拆解、重组、再融合。冬天的寒冷成为一种象征，它既是自然环境，也是心理状态。角色在寒风中寻找答案，而演员在塑造角色时，也在一次次对抗内心的孤独与不安。这种创作方式让作品更具厚度，观众能够感受到那份克制而真实的情绪，不是因为台词华丽，而是因为情感足够真诚。当一个演员愿意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展现出来，角色就不再是虚构的人物，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重叠让整部剧具有治愈的力量，因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故事，更是一个人如何在寒冷中学会面对自己。那份真实，正是吸引无数观众沉浸其中的原因。如果说冬天象征孤独，那么那群每天吵吵闹闹的人则象征连接与温度。小城良方最耐人寻味的地方，在于他没有把主角塑造成孤胆英雄，而是放进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小城群体之中。群像戏的魅力在于互动，每一次争吵、玩笑、误解与和解，都在推动角色的成长。原本抗拒靠近的他，在不知不觉中被笑声包围。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片段，反而成为情绪爆发的铺垫。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是这部作品的灵魂。温暖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，而是细碎而真实的陪伴。观众在屏幕前仿佛也成为小城的一员，与角色一起经历寒冬，一起等待雪停。这种情绪张力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投射。我们每个人都曾在某个阶段拒绝他人，却又渴望理解。当角色慢慢打开心门，观众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治愈。冬天在这部作品里早已超越季节意义，它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阶段。寒冷意味着考验，也意味着沉淀。很多人害怕冬天，因为它象征停滞与孤寂。但正是这种停滞，让人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。角色在寒风中站立的画面，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对抗，对抗逃避，对抗恐惧，对抗自我怀疑。当雪依旧飘落，却不再刺骨，那说明心境已经改变。真正的成长，不是让世界变暖，而是让自己变强。这份隐喻让整部剧的情绪更具深度。它告诉观众，生活中的冬天不可避免，但它也会成为未来回忆里最重要的篇章。一部作品杀青，表面上是拍摄的结束，实际上却是传播的开始。小城良方所呈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而是一代年轻人在现实压力与情感困境中寻找出口的缩影。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习惯追逐热点，却很少停下来思考情绪。小城良方用冬天的意象提醒我们，慢下来，面对自己，拥抱身边的人。对于肖战而言，这部作品或许会成为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节点，因为它不仅展现演技层面的突破，也呈现情绪表达的成熟。
当观众多年后再回想这部剧，也许记住的不只是情节，而是